大家好，我是囧星人。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讲，阿汤哥拍了一部很神奇的电影，能让喜欢他或讨厌他的观众都看得很开心。我心想，有这么强大，一定得见识一下啊！所以我买票进场看了。杜米写这篇评论的3个小时以前，我刚从电影院走出来，决定这次就不卖关子，省下各位拖动进度条的时间。我要做一个超大的剧透，那就是汤姆克鲁斯在这部戏里死了。好吧，有点冷是吧？那么直接入正题，今天我们要点评的是《Age of Tomorrow》明日边界。明日边界是在2014年6月上映，由道格莱门导演的好莱坞电影，其剧本改编自日本轻小说家樱坂洋2004年的作品《All You Need Is Kill》杀戮轮回。故事讲述在近未来，地球被外星异形侵略，全球大规模战争爆发，人类节节败退，失去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堡垒城市，眼看似乎种族灭亡在即。一位名叫丽塔维拉塔斯基的像是女武神般的超级士兵诞生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像个战斗民族啊，你说是吧？他领导部队获得首次胜利，使得人类再次燃起了希望。而我们的男主角由汤姆克鲁斯扮演的小孬孬军官凯吉，本来主要工作是打嘴炮。从美国来到伦敦的第一天，可能因为脸长得太帅了，胖子长官羡慕嫉妒恨，派他前往前线作战。极度怕死的凯吉苦求加威胁无效，最后被当成逃兵直接押往军营。上战场后才不到一碗泡面泡开的时间，阿汤哥就目睹了女武神在面前像爆米花一样的被炸飞，紧接着他自己也抱着炸弹跟一只蓝色异形同归于尽，死前还被不明液体喷得满身都是。诡异的是，在死亡的那瞬间，时间却回到了前一天他在军营前醒来的那一刻。之后凯吉在这天的战争里死了无数次，每次死亡都会再次在前一天醒来。随着重复这段过程的次数增加，他对未来发生的事知道的也越多。为了寻找活下去的方法，也为了摆脱这永无止境的轮回，凯吉拼了命去拯救本来应该死去的女武神丽塔，希望她能带领军队打赢战役。然后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说，类似的剧情在过去许多电影或动漫作品都有出现过，比如启动原始码、命运石之门、魔法少女小圆，但是基本上时空轮回早就是一种题材而不是创意，所以我觉得这部片的主要看点是设定和演出。阿汤哥的老脸是还可以卖一卖没错啦，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在这片里的大部分时间他的脸都是这个样子、这个样子或是这个样子的。至于我们的女武神丽塔，还不上毋庸置疑的霸气侧漏，毕竟这年头科幻片里拿跟直升机螺旋桨做武器的士兵可不多见。再看看他登场时各种华丽的手起刀落，然后接下来电影的1/3时间，观众会看到他死个不停，而另外的1/3时间你会看到男主角死个不停。有时候是被异形玩死的，有时候是自己耍白痴蠢死的，不过大部分时候是故意作死的。因为凯吉获得的这个时间重置的能力，实际上就是游戏中的 save and load 大法，打关打到恼羞可以直接 reset 重来，不用担心损血，没有 CD 时间，也没有台数不够的问题。小缺点是不能接关，但只要够耐心，重新开始，迟早能把战争打到赢为止。后来丽塔告诉凯吉，这股能力原本是属于一只叫阿尔法的神奇宝贝。凯吉第一次死的时候，全身伤口被阿尔法的体液渗透，因此获得能力。这个阿尔法我们简称阿巴好了，它在众多异形中属于6星级稀有转蛋，出现的几率大概只有多少万分之一我忘了。异形中还有一个叫 Omega 简称阿嘎的母体一样的存在，每一次阿巴被杀，阿嘎就会自动使时间倒流回前一天，同时保留所有异形的记忆，这使得异形大军能够预测人类的行动，因此战无不胜。面对一票这种卑鄙无耻根本开外挂的敌人，唯一的制服方法就是自己也只好开外挂上了。凯吉初次上战场就被不明液体喷了全身，结果就能开挂了，可谓手抽就中。而听到这，你差不多也该发现了，唯一打赢过异形的丽塔大概也是被喷过才能开挂，可是他在一次大量失血后失去了能力，于是拥有能力的凯吉便成为人类在这场存亡战争中制胜的关键。他必须和丽塔一起想办法活用 save and load 大法，先存活下来，之后找到并消灭阿嘎，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。我觉得这部戏很有意思的是，按照原作的说法，男主角应该轮回了将近200次，如果真的要演200次差不多的剧情，观众不吐阿汤哥都要吐了。所以导演很有技巧的让每次轮回呈现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细节，慢慢的有所变化。接着节奏越走越快，把故事一口气推向高潮，然后利落又帅气的落幕。在这段过程里，你会看到男主角的感情和战斗能力不断的成长变化，但每次再次醒来，他的周遭一点也没有变过，丽塔也没有变过。每次两人相见，凯吉都必须再对丽塔介绍一次自己，丽塔则永远是用看着不可回收垃圾的眼神看着凯吉。两人对彼此的好感度完全是一个不对等发展的情况。这本来可以是一
一部让你看完抽掉半盒卫生纸的虐心作品。实际上，它的改编漫画确实是很沉重的悲剧，不过电影版却拍得比我预想中欢乐许多。眼看两个主角一遍又一遍的失败，一遍又一遍的死掉，你会不知不觉开始把这个当成趣点来看，你会越来越期待下一次轮回他们会有怎样的进步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朋友说讨厌阿汤哥的人可以看这部戏，我相信不会再有第二部电影能让他惨死这么多次了。作为一部战争片，整部电影充满高潮迭起的动作戏，感情戏相对来说只是蜻蜓点水，但也算得上诠释到位。我觉得这电影的剧本虽然很单纯，演出和节奏却控制得相当出色，结局的大转折跟原作和漫画的发展都有点不同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他能够做到这个地步，无论结局是悲是喜，都不会影响总体评价。虽然有一些小小不合情理的 bug 难以忽视，我认为《明日边界》是一部拍摄手法优秀、节奏流畅、娱乐度极高的科幻大片。如果你想看人形兵器大战外星人，阿汤哥不断领便当拖便当，想学搭讪霸气肌肉真美的方法101招，此片绝对不容错过。以上纯属囧星人个人意见，谢谢收看。